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家餐厅呢，是以日式传统为基础，以摩登形式来表达的高端日料，位于这个亮马桥的汇家大厦负一层。同样的是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预订，定金的话是每个人500块。餐厅呢非常好找，负一层下了电梯就能看见，按门铃后呢会有服务员来开门引导。一开始呢，我以为这个用餐也在负一层，进去后才发现，它这个一层有个吧台，一个大长桌，一般呀是店家举办活动的场地，客人用餐呢都是在楼上。上楼后呢，大厅有几个散桌，周围一圈啊都是包间，整体空间不小，装修风格是日式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。不过我们此次的包间是唯一的榻榻米包间，更偏传统日式风格一点。一进包间呢，桌上还准备了玫瑰花瓣和蜡烛，布置的挺好看的，氛围也挺好，就是啊不太适合俩大老爷们用餐。收费的话，他家是分3档，1680、1980，还有2580，并且没有单独收包间费和服务费。我们此次选择的呢，就是2580块钱的套餐，并且呢有这个套餐的配餐酒可以选择，价格呢是998每位。在开始正式用餐前呢，先是上了一个菜单上没有的赠品，是用12种蔬菜炖制的疙瘩汤，非常的鲜美暖胃。店家应该是考虑到这北京刚入初冬，开始用餐前呢，先用一个汤品让客人暖暖胃，更好的进入这个用餐状态。喝完汤呢，就是正式的第一道菜，很有仪式感，用装糖果一样的塑料纸包着的走地鸡脆骨丸子，就跟拆礼物一样打开。店家是希望给人一种开启这一餐的幸福的感觉。打开后呢，浇上糖心鹌鹑蛋，再由服务员擦一些黑松露在上边。脆骨处理的非常好，一点都不硬，再搭配上鹌鹑蛋滑腻的口感和黑松露独有的这种香，虽然吃起来口感味道还不错，但总感觉有一点形式大于内容了。第二道呢是松叶蟹燕窝，萝卜呢被雕刻成了银杏的样子，点缀了一点柚子皮，给人一种深秋的感觉。最上面透明啫喱状的呢就是燕窝，下边是松叶蟹，一圈绿色的呀是出汁浸过的冬瓜，内里包裹的呢还有3种白身鱼，分别是金目鲷、真鲷和干鲷的鱼肉制作成的真薯。这个汤呢看着清澈，喝起来也特别的鲜美。松叶蟹和燕窝感觉是有点点缀的作用了，内里的这个真薯口感绵密又极其的鲜甜，搭配着这个冬瓜萝卜一起吃呢，感觉挺有意思的。接下来呢就是第3道鱼生薄切，使用的呢是时令的黄石鱼鱼肉，据说是用蒿草熏成了3成熟，上面切的很薄的呢是3片青柠，下边红色颗粒的呢是三文鱼籽，并且还搭配了店家自制的萝卜、柚子、红胡椒和这个意大利柠檬醋粒儿。店家呢把它这个鱼分为了2份，开始我还会担心直接吃柠檬片会很酸，但是搭配上面的配料一起送入口中先是感觉到柠檬的酸味儿，之后就是三文鱼籽这种爆浆的口感，还有萝卜的酸甜，之后再带有这个烟熏感的鱼肉每一样食材单独的味道都特别鲜明，并且越嚼越香，混合在一起呢，这个味道也特别的和谐，我觉得非常好吃。然后呢就是刺身环节，山葵左边白色的呢是蜜干鲷，再往上是金目鲷，用紫菜卷着的呢是大竹夹鱼，还搭配了黄瓜丝儿和这个日本小葱以及姜泥。然后就是金枪鱼的大腩，金枪鱼大腩下边是金枪鱼的翅身。这个蜜干鲷呢我查了一下，其实就是人工饲料中掺入这个蜜柑而养的鲷鱼，吃起来并没有明显的蜜柑味儿，感觉主要是噱头，为了卖得更贵。金目鲷呢感觉中规中矩，不过这个大竹夹鱼的卷呢倒是调味挺特别的，带有一点点葱姜的香味儿，更加凸显了鱼肉的鲜味儿，还有黄瓜爽脆的口感形成反差，没有吃出来任何的鱼腥味儿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然后就是金枪鱼的大腩和翅身，品质也还不错，非常的新鲜。刺身虽然看起来简单，其实还是非常考验一家日料店水平的。这家店整体呢感觉还不错。接下来一道菜呢叫做蓝点川乌，据介绍其实就是一种马鲛鱼，不过我查了一下，网上说只有清明节前后加起来1个月的时间内，在宁波象山港内捕到的马鲛鱼才能被称为川乌，是马鲛鱼中的极品美味。鱼肉呢先是经过油浸低温慢煮，然后腌制和烤制，最上面沾的这一层呢是店家自制的米通，周围各种黄色片的是刺菇、栗子、红薯、牛蒡的脆片，模仿这个秋天落叶的感觉。上面跟糖衣似的脆片呢其实是用土豆做的，模仿深秋初冬叶子上结霜的感觉。这整道菜的摆盘我感觉充满了意境跟巧思
还挺有意思的。鱼肉的话呀，感觉有点偏柴，不过店家上菜前呢，特意的强调了一下，这道菜本来就是为了吃完前一道充满油脂的金枪鱼后特意选择的。接着这道菜呢，叫做拥抱，时令的招牌菜。一般传统的日料店里呢，鲍鱼都是经过酒蒸，口感软嫩。这家店呢，是在传统的日料基础上，采用更加现代摩登的方式去创新，在这道菜上感觉就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了。采用的鲜活的鲍鱼处理后直接黄油香煎，口感更加 Q 弹有嚼劲，搭配改良后的爆干酱，带有淡淡的奶香。感觉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盘子上边五颜六色的蔬菜粉，有紫薯粉、胡萝卜粉、南瓜粉、菠菜粉，还有红菜头粉。这个看起来可能花里胡哨，但当时我用鲍鱼肉裹满了这个五颜六色蔬菜粉之后，发现融合的非常完美，各种蔬菜的芬芳，再加上浓郁的爆干酱，配合这个鲍鱼，非常的好吃。吃完之后不够吃，我又点了一份。接下来一道菜呢是秋叶梨冰霜，主要是用来清口和过度解腻的。上面透明的洞洞呢是用雷司令葡萄酿制的干白做成的洞，不过经过处理啊，这个洞就没什么味道了。梨的冰霜呢非常的爽口，梨味很香，甜味适中，整体用来过渡呢感觉还可以。接下来一道菜呢是和牛菲力，它选用的这个食材啊是没有冷冻过新鲜的和牛，先是低温慢煮，然后再烤制。虽然看起来发粉，但其实它是已经接近全熟的状态了。因为是新鲜的牛肉啊，它吃起来口感软嫩多汁儿。旁边呢搭配了油马山椒、南瓜酱、羽衣甘蓝，还有自制的土豆片，底下呢还搭配了洋葱酱。这道菜给我的印象也不错，因为油马山椒和洋葱酱的调味，吃起来特别有日式西餐的感觉。下面一道呢是金鸡鱼，里边有各种蘑菇，有金茸菌、赤松茸、猪肚菌、鸡枞菌、白茸菇、蟹腿菇、五茸。最上面这个方形颗粒状的呢是日本的一种白萝卜，叫无精，和这个胚兰，俗称菜头啊，类似这个咸菜疙瘩。上面的汁儿啊是用出汁做的一种玻璃芡，日本呢叫银芡。藏在菌类下边的呢是烤制过的金鸡鱼，充满了油脂感的金鸡鱼啊，在这个烤后带有一丝焦香，搭配这个新鲜的汤汁和菌菇，吃起来感觉特别满足。接下来呢就是高汤卷，也是店家的招牌主食。细卷里边卷心呢是用紫苏和腌制的黄大根制作的，小碗里边啊是马粪海胆、三文鱼子和日本的小葱，还有腌制过可生食的蓝黄鸡蛋，以及最下面的金枪鱼大南鱼泥。旁边还搭配了一个卡路加定制的9年低盐版的鱼子酱。吃法呢就是将小碗里边各种高端食材搅拌后浇在这个普通的细卷上，最后再加点熏鱼子酱，一同入口啊，各种食材冲击着味蕾，细卷中的黄大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虽然吃的特别满足，不过不得不说啊，这家店的菜量真的是够大的，头一次让我在这种高端日料店有一种撑到吃不下去的感觉。最后呢就是柚子冰沙，摆盘非常的漂亮，使用的是彩色的海藻，很有秋日的氛围。最外面使用的呢是高知县的柚子做的一个柚子脯，最上面呢是用爱媛县橙子做的慕斯，下面呢是高知县柚子果泥做的冰沙和雷司令果冻，以及这个奇异果果肉，糖片呢也是奇异果做成的，酸甜清爽的一道甜品，作为整体的收尾还不错。最后呢就是评分环节，他家环境呢跟我之前某家店正好相反，外边给人的感觉一般，但是包间的氛围呢我是非常喜欢，可以4星半，服务也是非常专业，并且不含服务费，4星半。食材使用的也是恰到好处，毫不吝啬，4星。出品的话呢，除了一上来用塑料纸包着的走地鸡丸子给我感觉过于夸张以外，后面呢都是非常符合我的审美，食材之间的搭配也恰到好处，4星半。最后呢就是性价比。对我而言啊，虽然2580算是很贵了，但头一次让我在这种价位的日料店撑到吃不下，我觉得给个4星真不过分。最后做个总结的话呢，就是喜欢创新日料并且没来过的小伙伴呢，可以来试试。但需要注意的是啊，如果你跟情侣来，并且想做我今天这个同款包间的话，最好跟店家预定一下，因为他家好几个包间，我做的这个呢是他家最特别的榻榻米包间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话就关注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回归探店了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家店呢，叫九板屋，是一个主打怀石庭院风的这么一日料。这包间啊，不是在一个整体的屋子里，而是在院子里。这个开了门，外边就是小桥流水，弄得特别的有格调。
另外呢，他家有2种套餐，一个就是烧肉会席，还有一个传统会席。然后呢，烧肉会席有3个档位，传统会席也有3个档位，也就是总共有6个菜单。今天我们这个吃的是烧肉会席里边2680的，是吧？反正就最贵的那档。这是菜单，咱们菜单也不用多看，我觉得吃的时候一道一道的跟大家分享。第一道就是鳌虾啊，上边搁的鱼子酱，然后菊花瓣，看似非常的完美，很漂亮的这一个，结果就它这切了一半这个小青棘啊，这核都没剔干净，这咋挤呀？一挤得挤这个肉上都是。他要说纯装饰的话，我觉得也得弄一下。这个上来就在我心里减分了。来掉个个儿？为啥掉个儿啊？这个我觉得不是我挑刺儿，我觉得他这也不对。因为什么呀？你一般人右手用筷子的话，你这个虾头在这儿怎么夹？对，是吧？我先尝尝这好吃。好吃啊，好吃！山葵感觉有点放多了，牡丹虾配山葵，上面鱼子酱，这搭配第一次吃。以前是光搭配过鱼子酱，没有山葵，要么就有山葵没鱼子酱，这搁一起。我是很能吃山葵芥末的，我又觉得有点辣了，一般啊。然后是第2道了，这第2道刚才弄的也是啊，端上的特漂亮，可惜了。我觉得它这个做的有一点瑕疵是啥呀？就是摆的那么好看，那我觉得要端面前一点也是可有意境，很好看。它全给拆出来搁这盘里了，瞬间的那个感觉啊，那个逼格就没了。这几道小菜，第一个呢是章鱼，上面这黄的是啥呀？第一个这个章鱼给我的感觉挺老的，你吃了吧？是不是？你怎么说？我觉得特别一般，调味可以，不弹，也不弹，有点面，还有点老。第2个是味增蜂蜜芝士，我觉得还行。接下来是腌制过的小番茄，都给去好皮儿了。不好吃，苦。然后是金枪鱼塔塔，吃出香油味儿了。然后这个金枪鱼剁成肉泥了，口感入口即化，味道挺浓郁的，一般。最后一个是腌制的多春鱼，上边刨的是日本小葱丝儿，应该。上面不是葱丝儿，是紫苏叶刨的丝儿，这还挺好吃的。这是我们第3道菜，龙虾仔松茸汤。这个季节用松茸啊，还是过季的，它这不可能是新鲜的松茸，那就是冷冻的，用的是窝笼的小龙虾钳。很鲜，但是有点咸，松茸味虽然是冻过的，但还是挺浓的。我觉得也一般啊。然后就是刺身环节了，这鱼啊，一个是野生大竹筴，一个是鹿儿岛石鱼，然后红色的呢是金枪鱼的大南、中南，还有就是下边的加拿大牡丹虾。然后鲜货翅背没有找着，应该换成了这个大扇贝柱了。那先吃大竹筴。大竹筴的油脂更多一些，然后石鱼的脂肪含量少一点，口感差不多，新鲜度呢也还可以，不错。然后就是尝尝它这个扇贝啊，这怎么感觉不是很新鲜？它扇贝发白，你看见没？这是松松滑滑的啊，松松滑滑可能是用刀处理过，拍过。倒挺甜的，好吃。
加拿大牡丹虾处理得很干净，后边开背了，虾线也弄掉了。牡丹虾没什么可说的，我觉得都一个味儿。它这些全是生鱼片儿，喜欢吃刺身的话，还挺爽的，挺过瘾的。但是对这个刺身一般的人，感觉它量有点猛，有点大了。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烤物，这盐板眼熟嘛，人种盐板。一吃一嘴油啊，太腻了，不好吃。跟我吃过好的和牛不一样的感觉，好的和牛是肥而不腻，这种它这个是又肥又腻，又肥又腻。牛舌还是真不错的，越嚼越香。它这个弄的青口小菜也好吃，萝卜加了紫苏叶。这是法国的吉拉朵生蚝，今天刚到的货。里边是鲑鱼子，还有鲟鱼子酱，还有海胆。海胆上面点缀了点山葵，一口搁嘴里。极致的鲜，在你嘴里鲜爆炸的感觉。但其实我说实话，生蚝这东西我还是喜欢直接纯吃，你知道吧？上面不搁东西，但是这么搭配也香。这是今天给你赠送的手握海胆。哦，这个得赶紧吃，你先别拍那个。对，我就拍一下。不行，必须的，就再等一下就会爆炸。你快！这个因为这个海苔呀，配这个海胆卷儿，你一不赶紧吃了就皮了，这海苔知道吧？海胆上面抹的酱油也是赠送的，非常过瘾啊，看着。这香。海棠裹着海胆这么吃，有点得劲儿。金鸡鱼来了，好家伙，真是一人一整条啊，太爽了！我最爱吃的烤金鸡鱼啊，直接就是盐烤，什么都不放，挤点柠檬汁儿，看看烤的怎么样。哇，好吃，完美。突然觉得这家还挺不错的，我最爱吃的鱼，他竟然给我一整条，这么一条，其实你买生的都得300-400。烤得真香，这个好吃的好开心啊！为什么金鸡鱼要盐烤着吃啊？它脂肪高，这就是典型的肥而不腻。它盐烤你烤不好可能会过咸，它这个特均匀啊。鱼皮已经烤得酥了，说是肥而不腻，但是一人干一整条还是挺腻的，吃到后边太爽了。这是我们的那个三文鱼腐饭。 OK。腐饭味增汤，这个腐饭三文鱼是烤熟了的三文鱼。这个腐饭吃我嘴苦嘛，有点苦，但是挺香的，味增汤挺好喝的。最后就是水果，我先尝一口这个水果啊，看看他家的蜜瓜是用的日本的蜜瓜还是。不像是日本的望味瓜，有点像海南的梅龙瓜、生瓜蛋子、树莓，有，哎，小树莓好甜，味儿特浓，黄的芒果、葡萄，最后塔记冰激凌。没什么酒味儿啊，挺好吃的，就是奶油冰淇淋，
那这个感觉塔基就是感觉跟个噱头似的。卖品牌的。OK， 最后总结的话就是这家店整体的环境啊，在我心里可以打满分，特别舒服。刚才我去了一趟它这个院里别的屋，我串了串，好几个包间，然后里边还有一个大板台。这要外边下着雪，或者要是春天啊，气温合适，开着这个门，听着这个小桥流水哗啦啦，应该特别有意境。但是呢，他家这个我点的是烧肉的烩席，给我的感觉出品不像2000多块钱，将近3000的出品，反而像几百块钱的日料的出品，说不上来，也可能是我吃不惯。最后的这个大金鸡鱼是给我吃爽，除此之外的所有都给我印象不是很深啊，感觉都很中规中矩。所以这家店呀，我觉得要是来打卡拍照片，绝对特别合适。但是真的是专门为了吃而来的话，可以去尝试性价比更高的餐厅，因为他家我觉得更注重的是这个意境，还有这个流程，还有它这个环境啊，给人很舒服的感觉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请关注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家餐厅呢，地点位于这个五四大街的一个独栋的2层小楼里。1层呢是云朵咖啡，2层就是他家这个日料店。如果开车来的得注意啊，虽然服务员全程引导停车，但他们家这个停车位呢还是相当紧张的。用餐呢分为2个部分，板台和包间。板前拥有12个餐位，包间呢一共有4个，分别名为川、泽、松、鹤。我们所在的包间啊就叫鹤，是这个4个包间里最小的，但对于4个人以下用餐依旧非常的宽敞舒适。包间内的装潢和小摆件都贴合这个鹤的主题，小细节拉满。用餐的话呢是套餐制，有2种套餐，一种就是寿司套餐，1980一位，建议呢在这个板前用餐；还有一种就是会席套餐，同样是1980一位，建议在包间用餐。服务费的话是10%。酒的话呀，我今天点的是樊超银的一款清酒，720毫升，他家卖4320块钱一瓶，溢价有点高，已经比市场价贵出1.5倍了。不过酒具酒杯呢，他家用的非常讲究。这款鼎珠式的冰酒器呢，其实已经绝版了，杯子也是用的日本著名江户切子的手工玻璃杯。首先就是前菜啊，松叶蟹菊花配啫喱，一整片新鲜的荷叶，上边装着的是松叶蟹配醋冻。里边的菊花是用醋渍过的，可以吃。蟹肉上边呢是蟹黄，推荐搅拌着一块吃。上边粉色的呢是荷花，服务员也没说，我以为能吃就给吃了，结果发现又涩又苦，完全不建议食用。蟹肉的话呢，相对于我之前吃的其他日料店，它算给的量挺大的，配合上醋冻，鲜甜爽口，还不错。第2道前菜就是鲍鱼素面，最上边一根一根的呀是日本的小葱，别问我为啥强调是日本的小葱，因为这玩意儿的品种那就是日本的品种，非常的细小。然后就是鲍鱼干酱，下边是清酒蒸的澳洲黑鲍，最底下呀是日本的波州素面，面上面的汁儿呢是鲍鱼和少量的山药打成的泥。老观众都知道啊，这个鲍鱼配这个爆干酱是我的最爱。不过它这个素面和鲍鱼山药打成的泥呀，我觉得有点多此一举，因为素面本身没什么味儿，它这个泥呢滑滑黏黏的口感呀，也吃不太出来鲍鱼的鲜味儿。你要说爽口吗？感觉也没有起到爽口的作用。接下来是汤，白玉水牡丹，非常的好看。最上面一层呢是切的薄如蝉翼的白萝卜，萝卜底下是胡萝卜，胡萝卜底下呢是一个丸状物，整体看起来跟个水母似的。这丸子呀是用葛粉和牛奶炒完了之后，里边包裹着的甲鱼馅，旁边这个绿的呢是一根豆角，豆角旁边呢是一块松茸，这汤上面还飘了几瓣菊花和纯菜，非常漂亮的一道菜。汤非常的清澈，可以说是极致的鲜。这个丸状物的皮儿呢非常的软糯啊，奶香味十足，里边的甲鱼馅也是大块的裙边，胶质感很强，整体完成度相当的高，好喝。接下来呢就是5种刺身，最左边是蓝鳍的大腹，中间上边呢是焦蝶鱼的裙边，下边是翅背，右边粉红色的呢是蓝鳍的中腹，下边呢是春子鲷，然后右上方这个绿色的植物呢叫防风，可以直接吃，据说呢是中药的一种。吃完刺身呢，这主厨就敬酒来了啊，还是个日本人，
我跟他阿里嘎多了半天啊，发现他会说中国话。敬酒的过程中呢，还赠送了我们一个芝士黄金烧，最上面是一坨鱼子酱，中间这2块呢是用喷枪炙烤过的芝士，下边配了一片饼干。哇，芝士真的巨浓郁，基本上把鱼子酱的味儿都盖过去了，吃进嘴里呢非常的香，特别下酒。跟主厨喝完酒啊，就上烤物了。干雕柚香烧，柚香烧呢是一种做法，指的就是用味增酱腌制过啊，然后烤，上边啊是炸过的鱼鳞，特别的脆，鱼肉的油脂中规中矩，不过配合上这个酥脆的鱼鳞呢，还是很香的。接下来就是强肴啊，强肴是啥呢？就是主厨为客人强力推荐的一道菜，是怀石料理中的一种说法。和牛松茸卷跟我之前做过的松茸酿肉卷不同的是啊，它并不是煎制的，而是用昆布高汤煮制的。最上面呢还是日本的葱丝儿，然后大片的和牛卷着这个松茸切的丝儿，旁边还给你配了蘸料，是这个辣萝卜泥醋汁儿和葱花。不愧是强肴，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，确实也是这家店目前给我最大的惊喜。高级的和牛油脂很多，但是它这个处理的是一点都不腻，并且和牛的这个肉香搭配这个松茸的鲜，真的是一种极致完美的组合。我吃了一口原味的，吃了一口蘸汁儿的，发现什么都不用蘸，原味的就非常非常的好吃了。再接下来就是炸物，酥炸真名煎，外边呢是春卷皮，里边啊是酥子叶配煎鱼，旁边红色的是炸的姜芽，最上面搭配的呢是金山寺味增。春卷皮非常的酥脆，可能是因为我爱吃酥子叶，配合上这个煎鱼也是非常非常的香，好吃。再然后就是蒸物，海胆茶碗蒸，用的呢是北海道欧阳大吉上的海胆，点缀的紫苏花，现磨的山葵，下面这个蛋羹里啊还有皮皮虾、香菇和白果，这个呢也是调味恰到好处，鲜到了极致，再有了紫苏花的加持，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最后呢就是主食，猴黑鱼腐饭，直接上的一小锅，上面点缀着葱花，一块盐烤的猴黑鱼鱼肉，黄色的是蛋丝儿，下边的是米饭。猴黑鱼和金桔鱼呢是我觉得最好吃的烤鱼，因为油脂很丰富，它这个烤完了之后再一和饭啊，我跟石英小哥一人吃了2大碗，剩下吃不了的呢可以让主厨直接捏成饭团带走。配合这个腐饭的还有店家自己腌制的胡萝卜、黄瓜以及山药，不会很咸，刚好保留了蔬菜爽脆的口感。吃完主食就是味增汤，传统的味增汤搭配昆布、白参鱼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吃的差不多了，这料理长又进来了，直接给我们用手现打抹茶，手法还挺讲究，打出的抹茶呀泡沫细腻，口味苦中带香，抹茶味特别浓郁，确实还挺不错。酒足饭饱后啊就是甜品了，店家自制的桃子冰激凌，后边搭配的呢是秦王葡萄，最底下是黄油饼干碎，然后这几片粉玫瑰花啊纯属就是装饰用的，别吃。这冰激凌裹着饼干碎呢别有一番风味，作为本餐的收尾啊刚刚好。最后就是打分环节，环境的话呢每个包间都有自己的风格，小细节做得不错，不过整体下来感觉中规中矩，4星。服务的话呢，可能因为刚开张客人少，我们总共就俩人这儿吃饭，结果2个服务员同时给我们服务，4.5分。食材的话呢很新鲜，挑不出什么毛病，4星。出品的话本来想给4.5，但是一开始的鲍鱼素面实在不合我的胃口，还是4星。最后就是性价比，对于我个人而言，1980块钱一位，能有这个出品和食材，如果不算酒水的话啊，给个4星半不过分。总结的话呢，就是这家餐厅，如果你真的想尝尝，绝对不会踩雷。不过不建议在这儿点酒水，因为确实比较贵，完全可以自己带，不过要交开瓶费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差钱的话，就当我放屁。另外就是他家还有个寿司的套餐，我今天没吃，就不做评价了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想看我完整直播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每周5晚6点啊，我都会直播。不过这周就出意外了，刚从上海回来，社区不让我乱跑，所以只能在家播原神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